我在实验室待了13年，被找回陆家时，那个我的替代品也在陆家待了13年。他不愿意将原本属于我的东西还回来，整天想着怎么才能再让我失踪一次。所有人都以为是陆家将我找了回来，只有我知道是我找到了他们。我站在陆家的别墅前，满意地点了点头，和记忆里的一样。6岁时我被人拐卖，至今已经13年了。阿泽说，要想过普通人的生活，首先需要有个家，所以我找到了他们，我的亲生父母。念念，还记得这里吗？你小时候最爱这个喷泉了。周雅温柔地看着我，我搜索着脑海里的记忆，确实有小时候在喷泉边和他们一起玩的记忆。记忆里的我笑得很开心。我弯起双眼，笑着说，有点印象，内心却毫无波澜。门前站着一个穿白裙子的女生，看到我笑吟吟地跑过来，念念，真的是你，你终于回来了。我疑惑地扭头看向周雅，没记错，我好像没有妹妹，也没有姐姐吧？她是徐双，徐姨的女儿。徐姨，陆家的阿姨。我感觉徐双看向我的视线带着敌意。13年里，我常常能感受到其他实验体对我的敌意，但是徐双给我的感觉很不一样。我有点开心，又能体验到新的东西了。你好。我按照阿泽教我的社交礼仪，朝他伸出了手。我看着他，明明内心不情愿，却还是在脸上堆起笑容，握住了我的手。走吧，一起回家吧。徐双走在前面，向我介绍着家里的一草一木，各种摆设，仿佛是他家一般。我装作很感兴趣地听着。念念，你能回来，叔叔阿姨一定很开心。这些年都是我陪着他们。我知道他们有多爱你，是吗？那我回来了，你是不是就可以走了？我带着笑意，面色无辜。这么多年，真是麻烦你了。看着徐双差点没绷住的脸色，我觉得有趣极了。哎呀，开玩笑的啦，爸爸妈妈肯定也把你当女儿的，怎么会舍得你走？徐双在心里冷笑一声，他们还真舍得让我走。好不容易稳住脸色，徐双也不拉着我说那些他在陆家之前的趣事了，只僵着一张脸让我好好休息，然后转身离开。我躺在周雅为我准备的房间内，打开手机给阿泽发了一条微信：家人真有意思，他是我逃出来后遇到的第一个人。那场爆炸让实验室里所有生命消逝，也摧毁了许多肮脏的证据，只有我逃了出来，是他捡到了我。他说，想当普通人的话，需要拥有一个家庭。那我们可以是家庭吗？他摇了摇头说，不可以。所以我才透露消息，让陆家夫妇找到了我。晚餐时，陆成风赶了回来，徐双假装不经意地提到了上次模拟考的成绩。他的成绩一向不错，每次取得了好成绩，陆父陆母都会很开心，可这次却不一样。周雅首先扭过头来说道，念念想去上学吗？我给他们的背景是被拐到贫困小山村里，只念到了初中。说实话，我不爱学习，在实验室的那13年，庞大的知识量几乎能将我撑吐。但是看到徐双那副咬牙切齿的模样，我又觉得实在有趣。妈妈，我想和徐双姐姐一起上学。周雅有些诧异，可是双双已经高3了，课程进度你能跟得上吗？让我试试吧，妈妈。我很聪明的。我用一双水灵灵的眼睛盯着周雅眨呀眨。阿泽总说，不知道我这副撒娇卖好的做法是在哪里学来的。我也不知道，我的脑子里装了太多的东西，精密的计算能力能让我筛选出最适合的做法。果然，周雅点了点头，同意了。晚饭后，陆成风便去了书房打电话。没一会，他回来告诉我，明天和周雅一起去上学。我甜甜地喊着，谢谢爸爸。面前严肃的男人也弯了眼睛。第二天，司机早早地等在了陆家门前。我穿上一早送来的校服，和徐双一起走进了教室。大家对于高3转到班级里的同学虽然好奇，却没有过分关注，毕竟成绩最重要。这是我妹妹，刚从乡下过来，请大家多多关照她。在徐双的介绍下，大家都抬头看向我。高3了还转过来吗？靠，
别来拉低我们班本科率呀！没听说徐双有妹妹呀？”底下的同学顿时叽叽喳喳地讨论了起来。我走到班级里唯一一个空位旁边坐下。早读课很快开始了，我翻开了书，心里却在想，自己决定跟过来上学是不是一个正确的决定？上课真的很无聊。好在徐双并没有让我过无聊的生活。我来到学校短短半天，背景已经被扒光放到了学校论坛上。当然，是我给陆父陆母的假信息。来自落后山区的穷学生，初中辍学，突然转到了市一中。对于其中的内幕，他们总有着各种猜测。每当有人问起徐双，他总是一脸为难地说：“家里交代的，说她是我妹妹。”说完再苦笑一声。瞬间，我是徐父在外包养的小三的谣言就被传得满天飞。念念，最近在学校过得怎么样？晚饭时，周雅温柔地问道。不出意外，徐双也在同一张餐桌上，而她的亲生母亲现在正在厨房忙活，那里是周雅特意吩咐为我炖的汤。我看了徐双一眼，笑着说：“挺好的，徐双姐姐很照顾我。”照顾2个字被我咬得很重。徐双僵住了一瞬间，尴尬地笑了笑。念念是我妹妹，照顾她是应该的，你们关系好，妈妈看见也很开心。徐姨，给念念煲的汤好了吗？好了，夫人。厨房里传来女人的声音，端上来的瓷碗里盛有半碗奶白色的汤，上面飘着一层浅浅的油花。我拿起瓷勺，在徐双妈妈的注视下喝了一口，真好喝。徐姨，小姐喜欢，明天徐姨再煲。好呀，想每天都能喝到徐姨煲的汤。周雅看着我，渐渐红了眼眶。以后天天都给念念煲汤喝。我知道她是想到了我贫困山区、初中辍学的背景。其实我也没说谎，实验室建在深山老林中，我也算是来自贫困山区吧。徐双的房间和我一样在2楼，只不过她在角落的客房，而我在2楼的主卧。晚安，徐双姐姐。我看着她说了一句，然后关上了房门。他们好过分，居然在汤里放东西。我给阿泽发了一条微信：“有样本吗？我拿去送检。”好呀，我和阿泽约了明天放学把样本给他。但没想到放学的时候，我被老师叫进了办公室。老师知道最近学校有些谣言，你别放在心上，有一颗想学习的心是好的。班主任是一位中年女人，戴着眼镜，平时总是一副严肃的样子。我有些诧异，不应该是狠狠地羞辱我一番吗？然后劝退我，再然后我用好成绩狠狠地打脸。看着我有些呆滞的神情，有事就告诉老师，别自己憋着。我恍惚地点了点头，应了一声好。走出学校时，陆家的车已经不在校门口了。我提前和司机说过，今天不用等我，载着徐双先回家。连泽站在马路对面的一家蛋糕店前，我看着还剩39秒的红灯，有些烦躁。一切换到绿灯后，我便冲到了他的怀里。这个动作我曾经做过无数次。轻点儿，我都很久没有见到你了。我不满地说道。最近忙，等不忙了我一定经常来看你。渣男发言。我的头被敲了一下，不痛，但是为了表达我心中的不满，我抬起头瞪了他一眼。余光中，我能看到陆家那辆宾利停在不远处，车窗摇下来，露出了徐双的半张脸。和阿泽见完面后，论坛上除了谣言，还多了好几张照片。照片上正是我和阿泽，不过被处理过，看得不太清晰。我不太满意，所以黑了徐双的电脑，保存了原图。原图中能清晰地看到，穿着黑色西装的男人将一个少女拥入怀中，而少女则仰着头看向男人，很是亲密。自从论坛上多了被处理过的照片，他们就像苍蝇看到了臭鸡蛋一样，连我走在路上都会受到各种指指点点。但是我不在乎，看着徐双得意的样子，我反而更期待了。送检的结果出来了，汤里含有少量慢性毒药。看着结果我笑了。以前是想方设法让我走丢，现在干脆想让我死了。可惜了，现在的我，毒药可没法让我死，那就将计就计好了。
我依旧每天喝着徐姨煲的汤，不得不说，虽然加了点料，但是味道很好。徐双姐姐，你妈妈煲的汤好好喝。回来的这段时间，我秉持着只要无聊了就去膈应膈应徐双，为自己无聊的生活找点乐趣的原则。徐双似乎不能理解我为什么面对学校那么多的流言，那么多的有色眼神，还能继续像个没事人一样在学校待下去。那你多喝点，好呀。我看着徐双一言难尽的表情，笑了笑，背上书包上学去了。今天是高考前的第2次模拟考，我实在见不惯徐双那副在我面前炫耀成绩的嘴脸。在实验室里，我的各项数据可都是最好的。模拟考的考场按照上一次的考试成绩安排，由于我是中途转学过来的，所以我的座位被安排到最后一个考场的最后一位。坐定后，我想的第一件事是，徐双这次会考多少分？那我就不多不少，比他高1分好了。可是我还是高估了他，模拟考的难度一次比一次高。这段时间，他的心思又分了一半放在我身上。高3的学习就如同逆水行舟，不进则退。很显然，徐双退了，我比他高了27分。当晚成绩单就出现在了陆家父母面前。徐双过来时，我正在周雅面前卖惨。我一直在偷偷看书，还以为这辈子都没机会上学了。念念，妈妈以后不会让你受苦了。我被周雅轻轻拥入怀中，这是我第一次清晰地感受到母亲的体温。6岁前的记忆早已经模糊了，这一幕正好撞入了徐双的眼中，极度疯狂发叫。周姨，她站在门口喊道：“小双，快过来！念念这次考得很不错哦，倒是你有点退步了。”对不起，徐双低下了头。我依偎在周雅怀中，含着笑看向她：“不用向我道歉，要知道学习是自己的事。”我走上前拉住徐双的手：“妈妈，姐姐每天都很努力的。”周雅摇了摇头，笑着看向我，像是拿我没办法一般，无奈地摇了摇头。离开书房后，我和徐双在花园里散步。妈妈还不知道论坛上的事吧？我突然开口，徐双停下了脚步。什么事？当然是我的照片。姐姐，你千万不要和妈妈说，你真的谈恋爱了。我上前一步，朝她做了一个噤声的手势。他是我从山里出来遇到的第一个人，我很爱他，是吗？徐双的语气里难掩兴奋。是啊，我拖长了语调。晚上我在和阿泽打电话，他忙的事情终于告一段落，时间渐渐多了起来。你以后能接我放学吗？陆家不是有司机，可是我想见你，又在打什么坏主意？第2天，阿泽依旧站在马路对面的蛋糕店前，余光中依旧能看到那辆眼熟的宾利。就这样一连几天，直到那天我回去的时候，看见陆成风和周雅齐齐坐在沙发上，一副3堂会审的样子，我就知道鱼儿上钩了。念念，你和爸爸妈妈来一趟。我跟在他们后面上了楼。一进到书房，我能看到陆成风眉眼间压抑的怒气。书桌上赫然摆着一沓照片，各个角度都有，比起学校论坛上的可清晰多了。这个照片能送给我吗？徐双总是能给我意料之外的惊喜，这里的每一张照片都是他精挑细选出来的，每一张我都很喜欢。你说什么？陆成风气的声音都有些不稳。照片不可以送给我吗？好吧，那我只能再黑进徐双的电脑了。你说，你和照片上的男人是什么关系？这有些难到我了。什么关系？连泽总是纵着我，可却从来没有承认过我和他有什么关系。我喜欢他。什么？我喜欢他呀？我又说了一遍。书房里忽然安静下来，我能清楚地听到陆成风略急促的呼吸声。念念，你还小，你可能还不明白什么是喜欢。19岁了还小吗？不好意思啊，我和现代社会脱离太久了。妈妈，我知道的，在你们没找到我之前，一直是他在照顾我。可是你不是一直住在那个小村子里吗？陆成风皱着眉头，眼里夹杂着浓厚的怀疑。几个月前，我在山路上遇到了他，是他带我回了家，是他照顾我，也是他帮我找到了你们。
我一字一句地说道。周雅挡在我面前：“陆成风，念念好不容易回来了，你能不能别这样？”气氛僵持不下。过了一会，陆成风缓缓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改天要好好谢谢人家。”“好呀。”周雅牵着我的手出了书房。陆成风坐在书房的沙发上，点燃了一根烟，烟雾缭绕间，看不清他的神色。“你爸爸就是不太清楚怎么和女儿相处。”周雅柔声朝我说道。楼梯处正好碰到了徐双。“周姨，你的脸色不太好，身体不舒服吗？”我扭头看向周雅的脸，“挺好的呀，白净红润，没事。小双，你先去学习吧。”“周姨，我下次一定好好考。”周雅摆了摆手，没做回答，牵着我的手从她身旁经过。这是周雅第一次冷落她。徐双站在楼梯上，静静地看着我们，直到听到周雅和徐妈说给我煲汤时，才微不可察地勾起了嘴角。徐双不知道，当照片送进陆家的那一刻，不管是陆成风还是周雅，都在第一时间查清楚了照片的来源。尽管他用公共电话让快递小哥送进来的，还是被陆成风查到了。陆家父母也知道，每次那辆接送他上下学的宾利，总是在某个角落静静地停上一会。有些事情一旦做了，就会在人的心里埋下怀疑的种子。我也知道，陆家夫妇心中怀疑的种子不只有徐双一个。到了学期中，学校举办了一场动员会，除了学生，还需要家长的陪同。期中的成绩还没出来，不过优秀的同学肯定会在这次动员会上被提名。徐双的成绩虽然不错，可还没到能被提名的地步。周雅拉着我的手走在校园的石板路上，徐双则跟在一边。以前，周雅参加过不少次徐双的家长会，但是这是她第一次参加我的家长会。“念念，妈妈这样可以吗？”她有些紧张地看着我。“当然可以了。”此时的徐双走在旁边，和我们格格不入。我假装没看见他紧紧握住的拳头，依旧笑着和周雅分享校园里的一切。尽管他曾经和周雅介绍过这个校园里的一切，但是周雅依旧兴致盎然地听我叽叽喳喳地不停说着。动员会之前是各个班级的家长会，我领着周雅来到我的座位上，然后和其他的同学一起离开教室，等家长会结束，一起去礼堂参加动员会。高三的学习时间很紧迫，这算是给我们放了半天小假了。刚刚在教室里，有不少同学小声地讨论，为什么徐双的妈妈会坐在我的位置上。这些话显然是被周雅听到了，她曾经和班主任解释过，却没想到同学们都以为自己是徐双的妈妈。不知道念念听到以后会怎么想。这一刻，她的心里酸涩得不像话。念念在受苦时，另一个幸福的孩子，同时还在享受着自己的母爱，而这份母爱原本是属于念念的。一切都是因为自己那可笑的精神寄托，把原本独属于念念的东西分给了别人。然而更让他难过的是，自己的女儿在他不知道的地方成长得很优秀，学校大礼堂的提名一般是文理科年级前3名。作为老牌高中，年级前3名的含金量还是很高的，双一流高校闭眼进的那种。正好陆安念的名字就在其中。动员会结束后，周雅的内心无比复杂，她总在尽力地忽略一些不正常的事情，可我总是将这些事摆到他们眼前，让他们连忽略都做不到。就像一个在偏远山区初中辍学的人，怎么可能会短短2个月就考到年级前3？陆安念妈妈，方便来一趟办公室吗？结束了动员会，我和周雅离开的路上，班主任追了上来。周雅点了点头，陆安念也一起吧。班主任看了我一眼，说道：“远远追在后面的徐双就这样被我们丢下了。”我回头朝他笑了笑，看着自己的影子越拉越长。坐，这次就是想和你谈谈关于学校论坛上的那些谣言。班主任给周雅倒了一杯水，然后坐在椅子上。谣言？周雅皱起了眉头。是我和徐双关系的谣言吗？陆安念妈妈，您不知道吗？班主任显然很惊讶，随后又扭头看向我问道：“你没和家里人说吗？”
我摇了摇头，我怕他们担心，就没说。再说了，我也不介意的。看着我们在打哑谜，周雅着急起来：“什么谣言？张老师，您告诉我。您别急，既然安念说自己不在意，那就不算什么大事，都是一些孩子之间的玩笑。”周雅冷笑一声：“恐怕不是普通的玩笑那么简单吧？您和徐双的关系，我知道，但是同学们都不太清楚，可能有些误会。我们不希望这件事影响到安念的成绩。”等等，我不想听这些，我想知道我的女儿在学校都遭遇了什么。我想了想，也还好吧，就是孤立、造谣而已，我一点也不在乎啊。班主任打开了学校论坛，置顶的帖子就是那几张糊到不行的照片和一些难以入眼的言论。周雅看着看着，眼眶就红了，她颤抖着手往下翻，看着一条又条辱骂我的评论。这些评论有几千条，几乎每天都会增加几条新的。那些人也不知道事实如何，只是道听途说，便过来发泄一番自己的怒火。周雅的手不停地滑动，直到一滴泪珠掉落到了屏幕上。我的心有一瞬间的刺痛，我想夺下来周雅手中的手机，对她说：“别看了。”可我没有这么做。周雅放下了手机：“不好意思，张老师，我失态了。”周雅整理了一下自己的情绪，抬头看向班主任：“这确实是学校的责任，学校没有做到第一时间处理。这件事我和念念爸爸不会轻易放过的。”说完后，他就牵着我的手离开了办公室。他不敢想，如果不是念念不在意这些事，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。一个19岁的孩子，好不容易和自己的亲生父母相见，却被说成了这副样子。想着想着，他的眼泪又绷不住了。我看着又掉眼泪的周雅，有些不知所措，只好从口袋里掏出一张餐巾纸递给他：“对不起，念念，对不起，我真的不在乎的。”我想了一下才开口。周雅摸了摸我的头：“妈妈不会放过他的。那几张照片虽然做过模糊处理，但是有了那几张寄到陆家的照片，很容易就知道这件事幕后的推手是谁。”我的脑袋有一瞬间的呆滞，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？明明和你们生活了13年的是他呀，就因为这么一件小事，你们真的会放弃他吗？我低头应了一声，任凭着周雅拉着我的手往前走。回到陆家后，周雅强压着脾气给陆成风打了一个电话。我回到房间，拨通了阿泽的电话：“妈妈知道学校论坛的事了。”那他怎么说的？他说不会放过徐双的。阿泽，最近那些样品的检测结果都给我吧。我没想到他们真的会因为这件事给徐双判了死刑，所以煲汤的那一环就提前到现在吧，干脆利落的直接到大结局吧。当晚，徐双红着一双眼睛站在沙发前，徐妈则跪在一旁，声泪俱下的替她求情：“夫人，小双的出发点是好的呀，她不希望小姐早恋毁了自己，这才发这些照片来提醒你们。照你这么说，我还要谢谢她，谢谢她差点毁了我的女儿吗？”周雅声音低哑，几乎是嘶吼着说出来的。一向喜怒不形于色的陆成风气红了眼睛：“20多年啊，我们家哪点亏待过你们？周姨，我知道错了。”周雅转过头，死死地盯着徐双，红着一双眼睛，像一头护崽的母狼：“你说你错哪了？我不应该拍这些照片。徐双断断续续地说道：“难道他们20多年的筹划就要在今天全毁了吗？你不知道你错了，你只是不甘心你做的这些被我们发现啊。你认错不过是舍不得在陆家优渥的生活，我们给你的生活不过是对念念的寄托，你不该生出别的心思。”陆成风一字一句地说道：“不是的，小双怎么会这样？你们养了她13年呢，她是什么人？夫人，您应该清楚啊。”徐妈依旧替徐双辩解：“正是因为养了她13年，才会如此痛心。”我站在楼梯上望着这场闹剧，我在等阿泽给这场闹剧添最后一把柴火。门铃响了，我勾起了唇角，走过去打开了门。门外的人正是连泽。我仰起脸朝他笑了笑，拉着他的手走到了客厅，
看到连泽的那一刻，周雅和陆成风都有些懵。女儿的男朋友突然来了，该怎么办？在线等，有些急。叔叔阿姨好，我来给你们送点东西。他从随身携带的公文包里掏出了一个文件袋，递给了陆成风。周雅和陆成风打开文件袋，一张一张地看着。我能看到他们颤抖的手，胸口起伏的幅度。客厅里很安静，只剩下几人的呼吸声。直到陆成风将奈达资料摔在了那母女俩身上，巨大的声音打破了沉闷的气氛。我陆家养了你们20多年，你们竟然谋杀我的女儿！徐芳颤颤巍巍地拿过地上奈达资料，看到了一瞬间，他就瘫坐在了地上，整个人像是失了魂一般，目光呆滞，嘴里喃喃道：“完了。”周雅此时却异常的冷静，淡声说道：“报警吧，我要他余生在监狱里度过。”说完又转头看向我：“你一直都知道是吗？是不告诉妈妈，是因为不信妈妈吗？”我没有回答。为什么不告诉他们？是不信吗？是啊，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太薄弱了，所以一环扣着一环，一步一步引导着这母子2人上套。那些汤，你喝了吗？我摇了摇头，没喝。那就好。警察过来将那母女俩带走后，周雅终于撑不住倒了。医生说她是经历了情绪的大起大伏，身体一时间撑不住才倒下的。我站在病房前，看着病床上的周雅，她和以前不一样，苍白的脸色很像那些实验室里被废弃的实验体，而那些废弃实验体的作用只有一个，那就是当养分，从此消失在这个世界上。对不起，我突然有股很强烈的欲望，我想解释，我不想让他那么伤心。疼吗？我疑惑地看着连泽。疼吗？这里，感受一下。连泽用手指了指自己的胸口。我感受一下，是疼的，和以前我感受到的疼不一样。我被斩断过手脚，被割过喉，被剖开过身体，但是作为实验体的强大自愈能力，我无法死去，只能一次又一次地感受这种痛苦，直到习惯。可现在，心脏那处像是被蚂蚁爬过一般，酥酥麻麻的疼。这种疼会随着心跳蔓延到全身，甚至是指尖。疼。徐芳一口咬定这件事徐双不知情，所以徐双被无罪释放了。尽管徐双不在，我还是照常去上学，因为我记得上次我成绩好，妈妈好像挺开心的。徐双也总爱把成绩给妈妈看。那天午休，我的课桌抽屉里被人塞了一张小纸条，晚上放学，学校后面小巷，我有事跟你说。是徐双。我一点也不好奇他想和我说什么，纠结了一会，还是决定去看看他想干嘛。我给司机打了电话，告诉他今晚不用来接我。放学后，我走向学校后面的小巷，这里是老城区，都是上个世纪留下来的老建筑，各种小巷子错综复杂。我在那里等了很久，等到我的耐心磨尽了，天色渐晚，徐双才带着几个40、50岁的壮汉慢悠悠地走过来。记得他们吗？徐双站定在我面前问道，眼里是掩不住的怨毒。记得呀，6岁那年，就是他们把我拉上了车。我声音轻快，仿佛在说什么开心的事情。你带他们来给我赔罪吗？徐双笑了一声。是啊，让他们带你下地狱呀，地狱呀！6岁那年，我就去过了。我动了动许久不活动的筋骨，愁吗？还是自己抱有意思？全身的血液似乎热起来了，全身的细胞都在叫嚣着杀了他们。但是周雅告诉我，现在是法治社会，遇到事情要先报警。那几个男人手上提着钢管，裹挟着厉风朝我袭来。我能清晰地感觉到迎面而来的风吹动了我的发丝，可下一秒，那根婴儿手臂粗的钢管被我徒手接住，巨大的力气将钢管攥得变了形，然后夺过钢管，顺手捏碎了他的腕骨。惨叫声在这个黑暗的巷子里不断响起。我看着出现皲裂的墙壁，瘪了半个脑袋躺在地上不知死活的人，有些懊恼。应该下手轻点的，或许再重点，直接毁尸灭迹，都怪他们撕裂了我的满分竞赛卷。这是我要带回家给周雅看的，居然被他们弄坏了。
想着想着，我的心里又憋了一口气。我看着巷子里横七竖八躺着的半死不活的人，犯了难，现在还能报警吗？徐双瘫坐在满是泥泞的地上，小脸煞白，惊恐地看着我，嘴里不停地说道：“你不是陆安念，你是谁？从地狱爬回来复仇的恶魔呀！”我走近他，压低着声音朝他说道：“周姨知道了，肯定不会放过你的。你根本不是陆安念。”徐双像疯了一样，不停地叫喊，眼泪鼻涕呼了一脸。哎，又来给你善后了。身后传来了熟悉的声音：“是阿泽。”我不好意思地笑了笑：“不好意思啊，没控制住，抢救应该还来得及，试试吧。”我朝连泽身边贴了贴，手疼。连泽无奈地握住了我的手，知道疼了以后就别动手了。他们先动手的，这叫正当防卫，学了挺多法律知识的嘛。嗯哼，妈妈告诉我的。妈妈，如果我是一个小怪物，你还会爱我吗？念念首先都只是妈妈的女儿，妈妈会永远爱自己的孩子。连泽的善后能力很强，那个昏暗的小巷没留下一点我的痕迹，只判定成了一场意外事故。但是是什么样的事故能造成这样的惨状，我就不清楚了。这场事故还牵扯出了13年前的人口拐卖案，失去孩子的远远不止一个家庭，活着的那几个人贩子被判了无期。徐双作为共犯也入了狱，入狱前他请求再见周雅一面，周雅去了。他根本不是什么陆安念，他是个怪物。你看到那些人的惨状了吗？都是他做的，他杀人了。我明明也陪了你13年啊，你为什么不能把我当做你的女儿呢？我的女儿永远只有念念一个。说完，周雅转身离开了那里。尽管他早有猜测，但是被人亲口说出来，冲击力还是太大了。而后便是无尽的心疼，到底要受多少苦，才会变成现在这样？摩天轮里，我和连泽面对面坐着，我知道你也是那里的。我看向窗外，淡淡的说道：“什么时候知道的？早就知道了。那场爆炸也是你做的吧？为什么只救我一个人？因为你和其他实验体不一样，你的能力很强，尽管没有我，你也能活下来，这样吗？阿泽，我有家了，我们不一样了。”我扭头看向他，我有在乎的人了。不，我们是一样的，我也有在乎的人。他定定地看向我，不出意外的，我的高考成绩很好，也就是省理科状元吧。我觉得没什么可骄傲的。但是周雅不仅大摆流水席，见到人就忍不住提上一嘴：“陆妈妈呀，打麻将去不？”啊，你怎么知道我女儿省理科状元？陆妈妈呀，这是念念男朋友啊，真是一表人才啊！是的呀，你也知道我家念念是省理科状元了。那段时间，几乎整个小区里的人都被周雅摧残过，直到那股热劲过去，直到这里的所有人几乎都知道他的女儿是省理科状元。念念，来帮妈妈开个罐头。妈妈开不开？来了。接下来进入第二个故事。我是豪门楚家被找回的真千金，回来后处处跟假千金攀比。在我又一次逼迫老公打压他弟弟，逼迫儿子在钢琴比赛夺冠时，我突然看到了弹幕，女配真的做得一手好死，放着有钱有闲老公深情，儿子听话的好日子。不过就知道咬着女主攀比。没事儿，最后他儿子进监狱，老公破产负债。为了不连累他惨死的时候，他就老实了。真希望那个时候快点来。嘻嘻，他看不出来，他儿子现在已经被他带歪了。比赛能赢，全靠把女主儿子锁在了卫生间，难怪最后进监狱。原来我是真假千金爽文里假千金的对照组。看到这，我惊出一身冷汗。眼前儿子正捧着钢琴比赛第1名的奖杯送到我面前，奖杯我拿回来了。我比谢泽明优秀，妈妈能开心一点了吗？8岁的孩子说话时脸上满满都是讨好。为了验证我看到的弹幕是真是假，我轻声问道：“你把谢泽明锁在厕所里，导致他错失了比赛，对不对？”谢玉昭顿时小脸煞白：“我没有妈妈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是拖把自己倒下来卡住了门。我只是视而不见。”他红着眼圈说不出话，
但还是觉得自己有错，跑到书房拿来了戒尺，乖乖举起了手心。看到他这样，我再也忍不住，把他抱进了怀里。我知道我的孩子是个好孩子，他会这样，全都是因为我。我和楚明婉是被报错的真假千金，事情是在高考体检时被发现的。没过多久，我就被接回了楚家。本以为会从此过上好日子，没想到却是我一叶障目的开端。楚明婉的原生家庭是普通的工薪阶层，除了基础的生活，没有多余的精力和财力培养我。我处处被比较，又处处不如他。父母的失望，佣人的轻视，越发让我心态失衡。于是我开始了不顾一切的攀比。楚明婉跟谢家二公子谢景订了婚，我就利用父母的愧疚，硬是要跟谢家大公子谢晨联姻。嫁人后，楚明婉生了一对双胞胎，我就不顾身体要拼二胎。她老公进了谢家公司，我就逼迫我老公处处打压。他儿子学了钢琴，被称为钢琴小天才，我就逼着我儿子不顾学业，也要把所有精力放到钢琴上。谢景给他买了首饰，我就跟谢晨闹着要更贵的。我看不见儿子的抑郁，丈夫的无奈，我的人生好像只剩下和楚明婉攀比。直到在弹幕上看到一家人的结局，恍然间有眼泪滑落，滴落在谢玉昭的兜帽上，越发让他慌了神儿。妈妈，我错了，你别哭，你打我吧，我去给谢泽明道歉，是我错了。玉昭以前很喜欢跟大他半岁的堂哥玩，但我那时候总是斥责他，我骂他是故意惹我不痛快，跟夺了他妈妈人生的仇人之子玩，更是在他面前也毫不掩饰对楚明婉一家的仇恨攀比，这才让他耳濡目染，开始仇视谢泽明。弹幕其实也不能全怪谢玉昭吧，他也没干什么。我要是看到讨厌的人被卡在厕所里，我也不想管。都说7、8岁讨狗嫌，谢玉昭好像完全没有这个时期。呵呵，被爱着的孩子才有任性的资格。你看楚雨宁爱他吗？这就是他攀比女主的工具。不是这样的。我摸了摸谢玉昭的小脸，说道：妈妈知道，这不怪你，一直以来都是妈妈错了。一会儿跟楚明婉作对了这么久，乍然让我说出带着孩子去道歉的话，还是有点难。但这件事确实是玉昭不对，我真的很怕我的孩子会落得弹幕说的下场。还不等我做好心理建设，谢晨回来了。他看到我和谢玉昭都红着眼睛，皱眉问道：这又是怎么了？我跟谢晨的婚姻算是我强求来的，这些年他对我一直十分包容，堪称有求必应。可我每次求他，都是为了跟楚明婉作对。渐渐的，他对我越来越冷漠，现在连每晚睡觉都不在一间房。刚才得知他日后可能会被我害得破产惨死，我更不敢说话了。见我不语，谢晨神色有一瞬的晦暗，但他什么也没说，只是拎着公文包上了2楼。有一说一，谢晨好有韵味一男的，我真服了。恶毒女配能不能回头看看谢晨啊？就每天盯着女主，他特么爱的是女主吧？楚雨宁也不知道谢晨爱他，他一直以为他逼着谢晨去打压他弟弟，谢晨很讨厌他。其实只要楚雨宁笑一笑，刀山火海谢晨都愿意为他闯，何况是小孩子间的小事。我眨了眨眼睛，确实不相信谢晨爱我。他虽然一直很听我的，但大多是受不了我的作闹。尤其生了玉昭后，我们一直分房睡。不过看到弹幕这么说，我打算晚上去试试，想把日子过好，修复家庭关系还是很有必要的。头一次，我一整个下午没有时间楚明晚的社交动态，而是陪着小玉昭做了会儿手工。他问我是不是应该去给谢泽明道歉，我想了想说，明天妈妈亲自带你去道歉，就当我和楚明晚做个了断。今后我只想过好自己的生活，不想重蹈弹幕说的覆辙。小玉昭听后，小脑袋一点一点靠在了我肩上。妈妈今天真好，没有打我，也没有逼着我练琴。她小声叹道，感觉像在做梦一样。我想起以往，我为了让玉昭超过谢泽明，只要钢琴弹错了一个音符，我就会打他手板。
然后小玉昭会一边肿着手，一边弹琴，无声地掉眼泪。可无论她怎么努力，还是会被人说不如谢泽明，就像我一样。你不喜欢，妈妈以后都不逼你了。小玉昭摇了摇头，谢谢妈妈愿意骗我，明天我会好好练琴的，我会给妈妈争气。这场景看着还挺温馨的，呵呵，我也不信女配改好了，看着像破，打个巴掌给个甜枣。哎，女配什么时候才能明白，他儿子的天赋不在钢琴，而是在美术啊？喂，看到这，我心念一动。玉昭，其实你真正喜欢的是美术，对吗？小玉昭眼睛亮了一瞬，又很快暗淡下去。谢泽明没有学美术，我心里一酸，我几乎把儿子变成了第二个自己。没有谢泽明，玉昭，以后你的人生都不需要再跟他攀比，你可以做任何你喜欢的事情。当然，除了违法犯罪。晚上，谢晨的晚餐是佣人送到房间单独吃的。我哄着小玉昭去睡觉后，换上了久违的黑色蕾丝睡衣，溜进了谢晨的房间。等谢晨洗完澡出来，坐在床边擦头发，我钻出被窝，抱住他的腰，贴在他耳边轻轻唤道：“老公。”他蓦然转身，扣住我的手腕压了下来。你又想干什么？我抬腿蹭了蹭他的腰，暗示意味明显。他眸色沉了下去，却在我主动圈上他脖子的时候，骤然起身，坐在床边背对着我。我还有工作要忙，你先去睡吧。说好的爱我呢？这样还赶我走？我这边一头雾水，就看弹幕纷纷说道：“好明显哦，感觉男配都要憋爆炸了。”圈图 JPG 还挺大，嘻嘻，没事，他习惯了。楚雨宁之前为了生二胎各种勾引。明明医生都说了，她不适合再怀孕，她就是不听。谢晨只能跟她分房睡，憋着憋着就好了。四嘴快说话呀，他俩不能黑吗？有什么可说的？俩人没误会啊。女配之前为了怀孕，这样的戏码还少吗？这次八成也是，亏我下午还以为他改好了，原来是这样。我自尊心强，以往被谢晨拒绝，只会摔门离去。但这次我咬了咬牙，决定再主动一次。我靠到谢晨的背上，眷恋地蹭了蹭，见他没有反应，便环住他的腰，手也顺势钻进了浴袍，从腹肌一路蜿蜒向下，却在接近目的地的时候，被他一把按住。阿晨，我很想你。我结扎了，两句话同时响起，我和谢晨都愣住了。坏了，感觉他俩要决裂。谢晨结扎。楚雨宁从生孩子方面再也没办法超过女主了。听说女主那边还计划要3胎呢？不是，我刚磕上，这对吗？生，福气都被你生没了。回头男配惨死，女配想起过往种种，蓦然明白谁才是最爱她的人。这何尝不是一种追扶火葬场？换作以往，我可能真的会生气。但是现在我已经放下了对楚明婉的攀比之心，况且生孩子那么遭罪，我可不比了。这样想着，我抚了抚谢晨紧绷的背脊，说道：“正好，我也不想生，我们有玉昭一个孩子就够了。但下次这么大的事情，你得跟我商量。”谢晨挑了挑眉，看我的眼神有些不可思议，但还是应了声好。我坦然回视。气氛陡然变得暧昧。都说灯下看美人，仔细看看谢晨那张脸，实在长得蛊惑人心。我暗叹，以前活像个 NPC， 从来没留意过。我脑海中不受控制地想起弹幕发的圈图，视线随之下落，又飞速移开。谢晨的气息逐渐靠近。阿宁刚刚说的话还作数吗？他试探性地在我唇上印下一吻。又在我嘀咕着骂他傻瓜时，衔住了我的唇瓣，气息相缠，唇齿相依。他侧过头，轻喘着咬了咬我的耳垂，帮我把眼镜摘了。我手指微颤。弹幕，靠，怎么突然黑屏了？有什么画面是我尊贵的严选会员不能看的？做一做起来就发狠了，忘情了，没命了，别磕了，他俩后面虐点多着呢。你们不会真以为女配变好了吧？别忘了，他马上就要坑谢晨个大的，戈登党能不能先滚出去？第二天一早，谢晨临出门时吻了吻我的眉心，
我睡得正沉，下意识搓了搓发痒的额头。谢晨以为我醒了，好像问了我几句话。我不耐烦地翻过身，也不知道嘴里应了些什么，半梦半醒间，完全没听到他自嘲一笑。等到我醒来看到弹幕时，心都凉了。说梦话真不是好习惯，男配的玻璃心又碎了。他肯定以为昨晚的温存是为了利用他，不是。俩人有问有答了半天，谁能想到女配压根没醒啊？别的还好，谢晨临出门的时候还问女配是不是坚持要他驳回谢景的策划案，女配还应了。完了，谢景早不满谢晨的打压，转头把策划案卖给了对家公司，对家因此新品大卖，谢晨的人生算是从这开始跌落了。我心里一惊，赶忙给谢晨打电话，一连几个他都没有接。我急得换了衣服就要去公司。楼下小玉昭正坐在桌前吃早餐。妈妈早上好，爸爸出门去。我知道爸爸出门去上班了，你先乖乖在家，等妈妈回来，下午会有美术老师过来。可是妈妈，我实在没有耐心听小玉昭说完，抱着他的脑门亲了一口就往外冲，然后就跟拎着东西进门的谢晨撞个满怀。谢晨一边帮我揉脑门儿，一边揉着自己的下巴。小玉昭一脸无语，我刚才就想说，爸爸出门去给你买洗剂的包子了，你都不听人把话说完的。谢晨，不愧是你，本文冷脸洗内裤第一人。前脚他利用我，自嘲一笑；后脚洗剂的蟹黄包，他最喜欢吃，排队就买。好，吃饱了，老婆利用起我来更有劲儿是吧？我心里有点甜，又想到策划案的事情，急忙跟他解释我早晨意识不清醒，都是胡乱答应的。总之，我以后都不会跟楚明晚攀比了。公司的事情，你公事公办就好。谢晨脸上并没有什么意外的表情，他应了一声，没再说策划案的事，只是转而问我最近有没有什么想要的东西。我觉得我和谢晨之间的相处模式有些怪异，但是又说不出哪里不对，只得摇了摇头，顺嘴把昨天玉昭和谢泽明之间的纠葛跟他说了。我想着买点东西，下午带玉昭回去道个歉。楚明晚一家跟谢家父母一起住在老宅，他们肯定已经知道了。道歉的事宜早不宜迟。谢晨听后点了点头，说要跟我们一起回去。你公司下午不是还有会吗？你们的事情比较重要，我不太喜欢回谢家老宅，豪门规矩多，一言一行都要讲究礼仪。我从小自由生长，这样的氛围只会让我觉得窒息。当初想着努力适应，但婚后没多久，谢晨就主动带我搬了出来。后来除了节日，我们回来的时候并不多。这个时间段，谢家父母都在家。寒暄了一会，楚明晚才一脸憔悴地从楼上下来。他似乎是没想到谢晨会陪我一起来，愣了一下后，大度地表示，虽然谢泽明因此病了，但是没关系，都是一家人。女主本来想酝酿一波大的，没想到女配先上门了，哈哈哈哈，白费自己儿子装病。没事的，我们女主不是吃亏的性格。后续立刻整了波大的。果然，楚明晚说起了2家项目合作的事。我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，恐怕要多劳大哥费心了。谢晨看了他一眼，说公司的事情公司谈。楚明晚笑了笑，没再说话。送我们出门时，他故意慢我半步。一个钢琴比赛的第1名，泽明得过很多次，这次让给玉昭也没什么，就像雨宁姐处处不如我，我也经常让着你一样。什么样的妈妈生什么样的儿子。以前我最听不得这种话，气急了甚至会当众大骂楚明晚。但这次我只是笑了笑，那我让阿晨在公司也让着弟弟一点，别总是卡着方案不过。看到楚明晚瞬间变黑的脸色，我快步向前，牵住了玉昭的小手。下午，玉昭自觉地坐在钢琴前练琴的时候，美术老师如期而至。我招呼他过来，他眨了眨眼睛，妈妈，我不是在做梦吧？你真的没有骗我？我也不至于信用破产到这个地步。你先跟老师学，看看你的兴趣和天赋。玉昭闪着星星眼，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。
一整个下午，他都在学理论知识，练一些线条。我问他会不会觉得枯燥，他摇着头，跟练琴完全不一样，就像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。末了，他还是有些不安地问我：“妈妈，我真的以后都不用再跟堂哥比了吗？我上次还听钢琴老师说，市里马上要有一个大赛，我真的不用报名了吗？”我摸了摸他的小脑袋，觉得以前的自己就像被蒙住眼睛的驴，不懂得扬长避短。你喜欢美术，就好好学。过2天，妈妈带你去看画展。妈妈，你真好。你会一直这么好吗？不会，你下次数学考试不及格，我一样会打你的小屁股。玉昭 ，QAQ。睡觉前，我习惯性地打开社交平台，看到楚明晚发了一墙的奖杯照片，又透露出已经报名市里钢琴比赛的消息，淡淡一笑刷了过去，随即翻了个身，摸到床边空落落的枕头。谢晨说今天留在公司加班，先不回来。我倒不是怀疑他变心了，就是感觉他有点躲着我。而此后一连几天都是同样的借口，更验证了我的猜测。这天，我带着玉昭逛完画展，想顺路去看看谢晨。玉昭指着街边的甜品店，眼睛一转：“爸爸喜欢吃蛋糕，我们给他买蛋糕吃吧。”我敲了敲他的小脑袋瓜：“我看是你想吃吧？”他嘿嘿一笑。我还是买了几块甜点。到公司时，正临近午休，我摆了摆手，示意赵秘书我自己过去，顺便把一盒甜品放到了他桌上。赵秘书表情怪异地拦下我：“夫人，谢总现在正在开会，没事，我在他办公室等他就好。”谢总就是在办公室开会。到这里，我已经感觉有几分不对劲了。那我在旁边休息区等他。这次赵秘书没有阻拦，我寻了个餐桌，坐在那里静等。大部分的员工并不认识我，三三两两地说着八卦。早晨过来对接的那个就是谢总的夫人吧？好漂亮啊，楚家的大小姐吗？肯定是啦。我听说谢夫人从早晨进去后就没再出来，不知道公事办完了是不是在。嘿嘿，妈妈，他们说的谢总是爸爸吗？玉昭突兀的声音打断了所有八卦。几名员工眼神怪异地看了过来，我替他擦了擦蹭上奶油的嘴角。不是，你忘了叔叔也在公司工作吗？女配这次好聪明，一句话解释了所有八卦。不是，男配怎么这么不守难得呀？我生气了。你要知道，女主的操作会更生气。早晨有员工打趣她是谢晨的夫人，注意是谢晨哦。她淡笑了一下，没解释，这不妥妥给女配埋雷。切了一下女主视角，天哪，她在干嘛？我拿起手机给谢景发了一条信息，然后闭了闭眼，小声嘀咕。玉昭满脸疑惑地凑近我：“妈妈，你在说什么？莫生气，莫生气，人生就像一场戏，切记气上有3忌：怄气、赌气、发脾气。怄气只能气自己，赌气彼此更对立，拍桌打凳发脾气。有理反道，变没理。人生世上不容易，作践自己多可惜。生气升上1分钟，60秒钟没福气；生气升上1小时，60分钟冒傻气；生气升上1星期，伤了肝来害了脾。念了2遍后，我微笑起身：“妈妈，你不生气了吗？”我摇了摇头：“不是的，更气了。天杀的谢晨，你到底在办公室跟楚明晚干什么？”大概是察觉到了我的怒气值，赵秘书这次没有阻拦，手忙脚乱的想给谢晨打了内线，被我直接拔掉了电话线。我推开办公室门时，楚明晚眼风一扫，拿着文件就向谢晨怀里跌去。而谢晨，他眼疾手快，一撑桌子，皮已滑出去半米远。楚明晚一下扑倒在了他脚边。玉昭慢我半步钻进了办公室，看到这一幕，他瞪大了眼睛：“爸爸，你要毁了这个家吗？”我扶起楚明晚，他云淡风轻的脸瞬间皲裂，不停摆弄着头发，捡起文件，一言不发地往外走。被赶来的谢景直接带回了办公室：“阿宁，你听我解释。”“解释什么？爸爸，我要跟你进行一场男人间的对话，你怎么能让婶婶对你五体投地呢？这对吗？你要当皇帝呀？”弹幕：哈哈哈哈。
笑崩溃了。本以为是捉奸，结果像看了场喜剧。你要当皇帝呀？笑死我了！小玉昭，天如乱，无人在意的角落里，女主尴尬的像要碎了。我留下了玉昭，拿起甜点，转身就走。不是喜欢睡公司吗？这几天都不用回家了。谢晨急切的想追过来，被玉昭一把抱住了腰。爸爸，我要跟你谈话，你太不像话了。路过赵秘书工位的时候，看到他的甜点还没来得及动，我顺手提走，他也别吃。赵秘书，晚上是赵秘书开车送玉昭回来的。你爸呢？妈，你不是让他这2天睡公司吗？我怎么办？感觉更气了。愤怒的我决定花点钱来平息怒火，利用父母的关系，我联系了几个职业经理人，跟他们说我要买一间画廊，如果有合适的，可以推荐给我。然后又打开了购物软件，买到手指发酸。这就是朴实无华的有钱人吗？买间画廊比我买杯奶茶还痛快。生气了，我将贷款起诉这个世界。看完尸体暖暖的，原来是上考架了。天杀的，我跟你们这帮有钱人拼了！等到我终于把自己哄好，准备睡觉，谢晨突然发来了满满3屏的小作文，详细交代了事情的起因、经过和结果。他说他知道我讨厌楚明婉，但是跟楚家的项目已经开始对接，考虑到谢景也参与，就没有提出换人。他本来不想告诉我，只想尽快结束这项工作，但偏偏那天下午，楚明婉主动提起，他这些天加班加点的工作，就是为了能早点结束这个项目。至于今天的事，他说好不容易抓到楚明婉过来，于是他把这个项目的工作量全堆到了上午，拉着他疯狂敲定细节。他也不知道楚明婉为什么会突然摔倒，反正不是他绊倒的。在你心里，我就是这么无理取闹的人。是的，女配以前就是，她耳朵就跟装了女主雷达一样，疯起来能直接闹到她爸妈那让换人。女配坏了，你要不说我都没注意到这个细节。什么2家合作，个人在意女主被迫赶项目进度的辛酸，只有我一个人觉得谢晨的解释很好笑吗？哈哈哈哈，不是他办的，没人说是他办的呀。大概是看干巴巴的小作文没用。第2天一早，谢晨给我发了个表情包，猫猫探头 JPG， 后天有个拍卖会，可以邀请老婆一起吗？不对劲，谢晨从来不发表情包，而且只有在情动的时候才会哑着嗓子叫老婆。表情包哪来的？老婆不喜欢吗？谢晨，你正常点。我再问一遍，表情包哪来的？赵秘书给的。他说小作文不行，不如试试卖萌。弹幕：赵秘书，我没说过，哈哈哈哈！男配太闷骚了，明明是自己上网查的。老婆生气了怎么办？如何讨老婆欢心？什么叫反差萌？男人卖萌有用吗？谁说这 CP 不甜的？这 CP 可太甜了。拍卖会这天，我还是跟着谢晨一起出席了，倒不是有什么想要的拍品，而是前一天晚上突然看到楚明婉发了2条关于拍卖会的信息，冥冥中我觉得他是故意发给我看的。弹幕也说这次拍卖会是一个重要的剧情点，拍品一件件成交。见我没有反应，谢晨侧了侧头，有什么想要的尽管举牌，什么都行，什么都行，包括城南那块地。城南的地才是这次拍卖的重中之重，也是楚明婉本次的目标，只不过他是代表楚家，而谢晨是以个人名义出席。如果我执意要拍那块地，一旦爆雷，会折损他大半身价。我看着谢晨，谢晨看着我，半晌，他垂了垂眼，轻轻了嗯了一声。谢晨，你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？我知道，但我想你开心。妈耶，谁懂啊？这一句我想你开心真的好戳我。死前谈一个这样的，死前谈一个这样的，接恋爱脑男友。我的心突然像被重重揉了一下。以前的我就像是谢晨身上的定时炸弹，在我没清醒前，他不知道背着这颗炸弹走了多久。他或许知道有一天会被炸得粉身碎骨，但他却舍不得丢下。
随着拍卖会接近了尾声，那快递的模型也被展示了出来。看到楚明婉举牌，我默默跟了起来。女配糊涂啊，这是女主的陷阱。城南那快递表面上是黄金地段，稳赚不赔，其实地下有放射性物质，谁买砸谁手里。谢晨好可怜一男的，在这次拍卖里折损了大半身家，还会被谢家质疑，慢慢失权。还以为女配改好了，原来是要做个大的。在一次次叫价中，只剩下我和楚明婉还在竞争。谢晨从始至终只是淡定地把玩我的手指，直到最后一次，楚明婉举牌，我不跟了。弹幕不是，等会儿怎么是女主拍下了这块地？哈哈哈哈哈哈！虽然但是，女主被自己坑了。谢晨抬头看我，不想要了。从来就没想要过，就是他之前一次次的，有点太欺负人了。谢晨默然笑了，伸手摸了摸我的头，被我一把拍开。老夫老妻了，搞这。和谢晨从会场出来，正碰上了楚明婉和谢景在角落里吵架。你不是说万无一失吗？我怎么知道楚雨宁会突然不跟了？计划是你同意的，现在出事了你怪我。楚家根本就不需要那块地，那就是我为了激怒楚雨宁打的幌子。地下有放射性物质，那块地不能要。果然是针对我的陷阱，地不能要，楚明婉只能毁拍。名声传出去，不好听不说，违约金就高达上亿。随着争吵声越来越激烈，只听啪的一声脆响，卧槽！谢景怎么打女主啊？女主踩了雷点，说男主一直嫉妒他大哥，利用他对付楚雨宁拉谢晨下水。弱弱地说一句，谁还记得书里最开始的人设就是淡定聪慧女主 X 纨绔男主对比寡言不解风情男配 X 虚荣爱攀比女配。我能说俩人的阴暗面都是自己的手足，所以才特别默契吗？我挽了挽谢晨的胳膊，示意我们绕路走。这一刻，我想为楚明婉保留一点尊严。回去的路上，我难得有些沉默。谢晨看了看我，在想什么？在想谢景和楚明婉。如果说谢景嫉妒你，我还能理解；但是说楚明婉嫉妒我，我觉得还挺没根据的。人总是向往一些自己没有的东西，你也会吗？阳光洒过车窗，洒了进来。谢晨垂了垂睫毛，复又抬头看了我一眼，说道：“现在不会了。”时间一晃到了元旦，我们没有回谢家老宅，那边也没打电话来叫。谢晨小时候是跟着奶奶长大的，跟谢家父母的关系其实比我好不到哪去。尤其在谢景出生后，两人偏心的也很明显。以往都是我主动闹着谢晨带我回去，只为跟楚明婉较劲。今年我只想安心在自己家跨年。客厅里，玉昭举着美术大赛第1名的奖杯，在屋里开心地跑来跑去。我问他想要什么奖励，他眼睛一转，指着窗外的积雪，非要拉着我和谢晨堆雪人。雪人的身子在花园里滚了4、5圈，大的快赶上他自己高了。他举着做好的脑袋，让谢晨抱着他往上放，结果一个没拿住，雪人脑袋掉到地上，摔成了2半。他气鼓鼓地滚了个更大的。寒风卷起积雪，谢晨低头替我理了理围巾，他垂着眼，有调皮的雪花飘过镜片，落在了他的睫毛上。他睫毛颤了颤，我觉得可爱，一时没忍住，凑过去亲在了他的脸侧。他愣了愣，脸上漾起一抹笑。妈妈，你怎么偷亲爸爸？我看到了，羞羞脸，羞羞脸。玉昭五指张开捂住眼睛，我拍拍他的头，那妈妈也亲亲你。嘻嘻，我不要，我那份也留给爸爸。玉昭说这是我们一家3口第1次一起堆雪人，他叫来阿姨帮我们合了个影。弹幕截图干嘛？愣着呀？呜呜，好幸福！我宣布这就是大结局了，别嘿嘿嘿。来自超前点播观众的劝告，后面有好康的哦。大概是在雪地里站得久了，我觉得有些冷。回去后一连喝了几杯酒暖身，却忘了自己酒量一般。等反应过来时，意识已经模糊了。我捏着玉昭的小脸，谢晨，你怎么变得这么小了？谢晨，你变小了还能给我当老公吗？呜呜，妈妈，我是谢玉昭，
你最糊涂了。哦，想起来了，你是我儿子。然后我又指着走过来的谢晨说道：儿子，你怎么长大了？玉昭，谢晨嘱咐玉昭早点休息，然后将我打横抱回了房间。我靠在床上晃了晃脑袋，嘻嘻，谢晨，我好喜欢你呀，你喜欢我吗？谢晨一边帮我擦脸，一边答道：喜欢。我一把脱掉毛衣，撅起了嘴巴。那你怎么还不来亲亲我？谢晨凑了过来，我又睁眼推开他，不是这一身，你去换身西装，别闹，快去嘛，快去，我想看你给我表演那个西装柜，我奖励你。谢晨挑了挑眉，换了身西装回来，我抬脚踩住他的肩膀，踮着脚尖一点一点向下滑动，在靠近关键位置时，蓦然被他擒住脚腕拉进了怀里，接着就是带着灼热气息的深吻。我承受不住的想向后撤，却被他抬手按住后脑。弹幕，好爽啊，吃到好的了，这场景太欲了。接下来又是喜闻乐见的拉登时间啊！想钻进他们床底下，看他们大丢特丢。日内瓦等了这么久，就给我黑屏，退钱，抱抱猫猫，我出生了。第二天醒来时，已经快中午了。散落在地的衣服早已被谢晨整理好。见我醒来，他难得脸上有一丝羞赧。我洗漱时才看到，从锁骨到小腹，零星着全是吻痕，连大腿内侧都有。这个闷骚，再次见到楚明晚是在3个月后。彼时我已经买到了心仪的画廊，正在着手研究经营。他约了我在附近的咖啡厅见面。我到时，他已经点好了2杯热美式。我皱着眉招来服务员，又点了杯奶茶。楚明晚淡笑着喝了口咖啡。你变了，我记得以前我说过奶茶不健康，平民饮品上不了台面后，你就再没有喝过。你找我什么事？我不觉得自己跟他有什么好说的。他放下咖啡，像是松了口气一般叹息道：我要离婚了。什么？不止我震惊，连弹幕都很震惊，很惊讶吗？我本来也不喜欢谢景，何况他那天还打了我。拍卖会那天，你看到了吧？不等我回答，楚明晚又自顾自地说道：真好啊，离婚我就可以换个城市生活了，也不用再见到你了。其实不止你讨厌我，我也一直很讨厌你。楚明晚说，自从我回来后，他一直患得患失，只能从一次次碾压我的胜利中获得一些安全感。尤其在嫁给谢景后，2个人目标一致，一个暗暗嫉妒自己的大哥，一个讨厌自己毫无血缘的姐妹，他们像是达成了同盟。可当我不再跟楚明晚攀比，他们却再也找不到介入我和谢晨生活的突破口。又因为天价违约金的事情，2个人的关系出现了严重裂痕。其实这种时候，我又特别庆幸你当初的任性，有你在，楚谢2家的联姻不会受到任何影响，爸妈也不会阻碍我离婚。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一旦做了这个决定，我突然感觉整个人一阵轻松，就好像终于找到了自己。算了，我跟你说这些干嘛？楚明晚跟我道了别，又在临走前说，以往种种，算是他对不起我多一些，还好以后不用再见了。我看着他的背影，略微生出了一丝惆怅。后来，弹幕在楚明晚离婚那天，也彻底从我的生活中消失了。当视线不再聚焦到一个人身上，没有谁天生应该做一个配角。窗外有春花开，我从画廊走出，谢晨牵着玉昭从不远处走来。他说：阿宁，我们来接你回家。我知道，剧本终于他偏离的方向，驶向了属于我们的幸福航线。番外谢晨第一次见到楚雨宁是在一场宴会上，他跟在楚夫人身边，明明不安又局促，却强迫自己学着去社交。饭桌上，楚明晚借着餐具无声给他难堪，他咬着唇，倔强地要了双筷子。他突然觉得这一幕很有趣，也向服务生要了双筷子。桌上有人识趣，纷纷开始消防，算是无形中化解了这场尴尬。可他帮了他，楚雨宁却趁没人注意时偷偷瞪了他一眼。这蓦然让他想起小时候在花园里看到的流浪猫，
他拿着猫条去喂小猫，一边哈他，一边骂骂咧咧地吃猫条。从那以后，他总是会不自觉地留意他的信息。后来楚家有意同谢家联姻，他心思动了动，却在知道楚家定的是楚明婉时一口回绝，于是联姻对象变成了谢景和楚明婉。可令他没想到的是，楚雨宁竟因此主动找上了他，也不知道跟谁学的。他蹩脚地阐述着利益关系，还说可以帮他和谢景争家产。这一刻，他突然笑了。谢晨自小跟着爷爷长大，很多事情他没办法向爷爷倾诉，也就因此养成了沉默寡言的性格。后来爷爷去世，他被接回父母身边，却发现他们早就生了活泼可爱的二儿子。他明白楚雨宁所有的难过与不甘，他愿意纵着他，哪怕结果不尽如人意，总归最后有他陪着他。后来某天，楚雨宁像是突然从执迷中醒悟过来，幸福好像从偏离的轨道，终于跌跌撞撞地驶向他。彼时谢晨亲吻着楚雨宁表白，他说他知道自己不会讨女孩子喜欢，性格沉闷，不解风情，谢谢他愿意嫁给他。楚雨宁嘻嘻笑了2声，说谢晨对自己的认知定位不清晰，但是不客气，往后余生都不客气。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了。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，请为我点个赞和订阅。如果您有任何建议，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